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在灵修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完全的臣服，接受宇宙爸爸的安排。很多小伙伴会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臣服？是不是就是像咸鱼一样，完全的躺平就可以了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句话可以去概括，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这里的尽人事，并不说是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完全等待宇宙给我们安排好就行了。反而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的去付出所有的努力，问心无愧。但是对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又没有任何的期待。无论结局是如何，我们都可以坦然的去面对。这样说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太难了。如果你在一个事情上都已经花了那么多努力，最后万一是个不好的结果，怎么可以安然接受呢？臣服这个过程里的第一步就是活在当下。再看之前这句话里面所说的，最后万一是个不好的结果，这个最后万一其实就是我们活在了未来，对未来好的结果的期待，或者不好的结果的恐惧中。我记得之前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告诉他，害怕遭受痛苦比遭受痛苦本身还要糟糕。这句话反映了很多人的状态。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焦虑难受，其实是提前去体验了未来可能但未必一定会发生的这个痛苦。很多时候当事情真的走到了那一步，可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我们一直是在杞人忧天。但是想想花了大把的时间活在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焦虑里面，内耗了本来应该好好享受的时光，是不是非常的不值？所以活在当下可以帮我们避免去纠结已经发生了的无法改变的事情，或者担忧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它让我们心安。臣服的第二步是接纳。当真的到了你要去面对结果的那一天，结果是好的，那肯定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差强人意，那很多人是会非常抗拒自己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的。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全然的接受，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比如说疫情这个事情，就是让世人学习接纳的一个人类共同的课题。疫情已经持续了快2年了，我个人是居住在国外，说实话是真的已经没有享受过正常的日子快2年了，没有好好出去餐厅吃过一顿饭，很多朋友也都2年没有见面。按理来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如同地狱般煎熬？从表象来看，的确是这样。我如果带着抗拒的情绪去对待它，那这2年我可能过得生不如死，而且直到现在，疫情也没有完全好转的趋势。说实话，一开始在长期无法正常社交的情况下，我有抑郁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我想，我难道真的就想把我的日子每天浪费在这种怼天怼地怼病毒的状态里吗？我再怎么抗拒，病毒也根本不会搭理我的抱怨的，对吧？既然改变不了外在，那我起码可以改变我内在的心态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练习接纳，在这样糟心的情况下，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积极面。然后恍然大悟，在外面的世界向我关闭的时候，我内在的世界的大门是无限敞开的。不能去旅游访友，那我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好好探索，我去深度认识和了解我自己。就因为这个原因，也促成了我今天可以开始传播和分享这些灵性观点给大家。如果没有疫情，我估计不会有这个契机可以在内部有这么大的认知扩展。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非常理解，有时候现实的残酷的确是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光明面的，你可能就是很痛苦很无望。遇到这个情况，还是继续接纳，深度接纳，去沉浸式的感受你的痛苦，不要去抗拒它，不要强行想让自己解脱，把它当成是你人生体验的一部分。记住，越抗拒越持续。亏钱了觉得心态崩了吗？接受这个崩塌的感觉。失恋了觉得痛不欲生吗？接受自己情场失意。生病了觉得悲伤无助吗？接受自己的脆弱和恐惧。因为想一想啊，我们拥有这个肉体作为载体的目的，
不就是要去360度沉浸式 VR 般的体验这众生酸甜苦辣的乐趣吗？试想，如果你是一个高维的意识体，你虽然能量上可以感受到你的爱人，但是你无法有这个肉体去触摸拥抱。你看到一盘美味的红烧肉，你没办法体会它入口即化的汤汁，这是多么乏味的体验。所以好好珍惜我们可以感受到恐惧、悲伤、快乐、绝望这个载体的这场经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是如此五光十色又立体的感官极致。最后说下臣服的最后一步，就是明白能量守恒定律。你现在以为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难过、开心、狂喜，它们全都是一个阶段，是暂时的。风水一定会轮流转，愉快的状态稍纵即逝，同理，挣扎的情况最后也会迎刃而解。你在失去的同时，你一定会有得到。这个得到可能不会以世俗定义的得到来呈现，因为你的确亏钱了、失恋了、也生病了，但它可能是一份隐藏的宇宙大礼包，需要你从你的内部去发现它的意义。活在当下，无条件的接纳，顺其自然，任由命运的长河随意涌动。让我们就做那一叶逍遥自在的小舟，不逆流而行，不做无谓的挣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然后我们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命运一直把我们推向我们需要去体验的风景和那条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道路。